怎么样能点出它的一个层次来呢？我首先第一，我现在笔上刚调的墨，是吧？刚调的墨的话，就有很深的。这个时候，我们第一笔大家看点子，绝对是怎么样呢？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呀？我刚调的墨，笔上的这个水分还比较多。当我点了第一笔以后，它这里笔上就少一点。再染第二笔的时候，你看明显感觉到它这里变化就多一点了，是吧？再点第三笔的时候，再看这个里面的变化就更多了好，这就是这样子的，点一笔，好，它这个怎么样呢？这个笔上的水分就会少一点就会少一点。所以说我们每次在点的时候你看点着点着，你就会觉得笔上的水分越怎么样呢？越来越少。好，这个时候当然我现在也没有去任何一个画也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树的形状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做什么样呢？就注意树的形状。你看，我现在是个树的形状我点下来以后它是这里鼓出来的，是吧？这里鼓出来的，但是这个鼓出来是高一点，这里鼓出来要低一点。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放到这个位置上，好了，它就是一个品质型就不好看，它就有变化，是吧？这里画了以后。怎么样显它的层次呢？就是我现在就要说了这个树的层次，它也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树在前面，如果阳光比较明显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它这个树冠它是亮的好，树冠是亮的，那树后面呢？由于树冠是亮的，树后面阳光没有照到，所以说就会怎么样呢？你看我这里凹进去的地方，是吧？这里就是凹进去的地方，这里是凹进去的地方。当然你不要画一棵树又画一棵树围着它绕一圈，那个就失败了你这时候就要考虑，你比方说我们这里点进去，你看我这里一点，这个也是跟开始效果是一样的，就是我刚这个就加了墨，所以说笔上水分多一点，是吧？然后在点的时候，这里由于笔上水分比较多，你看这里明显比较深，是吧？然后点着点着，笔上的水分就会怎么样呢？越来越少。这也是边画边调整这个树的形状，但是不管怎么去调整它，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画着画着，本来是一棵很舒展的树，由于你点，把它点了一半，这肯定不好看了，是吧？你就只剩了一半了就不好看。这个树头这些树冠一定是还是要把它画出来。你看我这么一画了以后，大家看这就是层次问题。就是我虽然还没有开始画树干，也没开始画别的但是这棵树和这个树它的层次就出来了。为什么？就是一个明暗关系就是个明暗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要画的。当然你如果觉得我要是就这么两棵树大小也差不多，那肯定是不是太舒服我要怎么样来？我要让它有变化一点，我又在这边。是吧？我就在这边稍微点一下，在点的过程中，你看这一棵树一点了以后，它又感觉到这里一伸，又把它又衬出来了，是吧？当然以此类推，我们当然也就不要再，因为下面还有很多的要画的以此类推，我们比如说再把树干一画这里可以稍微画几笔树干。树叶是什么墨色？树干基本上是什么墨色？树干主要是干什么呢？
主要是在画到那个主要的树干都是往突出的地方去长的啊，因为树叶都是长在树干上，这里为什么突出呢？哦，因为我这里树干突出了，所以说你看我们都是，我这直接就用小笔画了哈。小笔画它就有个好处，我直接就可以，你看画到位。当然这也取决于我这个树并不是太大哈。如果树很大的话，那还是用中石灰，先把这个主要的枝干先画了以后，哎，然后小笔这个小狼毫再去。你看，把这些小的树枝啊，再一画，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哎，就把这个稍微的把这个形状把它处理一下。这边也是一样的，两根树干，一根，你看这里是最高处，是不是主枝？这个地方它也是这样子的哈。好，然后注意一下树枝的穿插。其实这些哈都不是太讲究哈，一些小树干，你看这边突出一点，也是树枝穿插一下。至于小树枝的话，就随便这么穿一下，把多余的亮点把它压一下。你看，我们把这里面稍微把树枝一穿，这个树就非常的漂亮了，是吧？就非常的漂亮了。这也是把它就分了个，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树的层次就出来了哈。当然，我们这里还在说什么呢？就是那个今天是我们这里很闷呐，我这里空调打开。是那个风扇的空调对着风不行。那就把它关掉吧。风扇继续关，你要不然你那个空调的冷气对冲或者把空调这个风让它往四周转。好，我们现在呢，它这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的什么，这是上色的层次问题哈，也是一样的哈。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当然还有好多学员说了云画不好啊，云画不好或者是什么样哈，这个呢就多看我前面的视频啊，只有多练。我可以这么说，每张画我在画云的时候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云前面的这些用笔啊。包括我怎么去洗笔，怎么去蘸笔，怎么去给云留的这个色调啊，这些哈，这个哈都会说哈。然后呢，
当然还有说了，就是感觉吸水的不实啊，感觉那个匀的不匀，特别难。这个呢，就是还是哈，这个因为我们有现成的东西，现成的我们前面的课程都给大家专门讲了啊，专门讲了一些就是这个每次在画吸水不实，还有我们画水的时候都会讲这个吸水不实，它要有疏密关系，不能平，然后水的流向啊，水有大小变化这些哈都讲得很清楚啊，而且几乎可以这么说，每张画都会只要画到水啊都会讲不实，讲这个哈，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具体的再讲啊，当然肯定这个通过练习，我相信哈我相信你会有很大的进步哈啊。然后呢，还有是讲什么？就是画30云水过渡差，画30啊，这个也是你这个问题太多哈，我还是要给别人留点空间哈，这个攀梁哈，当然有些这个学员，我觉得还是叫我讲讲章法刻章，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彩墨山水的授课之内哈，那我就这里就这个以后要是真的讲，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并不是太并不是我的特长，真的是以后有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这个我们其中有一些学员啊，他在他们当地就是刻章就是一把刀啊，相当于这个画的是刻得非常好，而且这是你们的那个证啊，这些都是这个刻的哈。好，我们现在看看哈，现在这里下面这个学员呢叫木石云水啊，这个他就说了，石环笔它怎样能够通过转折通过这个运笔转折画出这个金石位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学员一直就说是非常难掌握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他都画不出金石位的线条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当然还有一个点线面如何结合，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我一会儿马上就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画30的时候，怎么样通过这个笔锋的转动怎么样通过笔锋的转动，然后画出这个30的块面画出30的块面，也画出30的这个就是它的金石位的线条出来哈。我们首先这个就用大石环，首先拿出这个很大的石环，我们这还有一支大石环，这支石环笔已经用了很久了哈，有点秃了，但是呢我就是一般在某一个时间段是最喜欢用哪支笔另外的石环笔还在培养当中。好，你比方说，我们把它调好以后把这个蘸了水以后，还是要说了，一般来说呢，在画30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为了让这个线条更加有质感，更加有金石位的线条出来，我们会加一些什么？加一些珠标。肯定有些学员说了，加珠标跟金石位的线条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其实很有关系，很有关系。我给大家说你比方说我就是墨和水，如果水多一点的话这个画到纸上线条一下子就怎么样，就晕开了这个时候你很难画出金石位的线条
啊，很难画出金属的线条。但如果你加了一点珠标色以后加了点珠标色以后呢，然后就不一样了，因为珠标色加进去以后，你的明显你会感觉到怎么样呢？这里面它会，这个珠标色它是矿物质颜料，它比较稠，它加进去以后，它就把里面的水分其实作为珠标色把它给稀释了。好，然后画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不至于说我们一下子就晕开，一下就晕开了。你比方说，还有最不容易出，大家画不出金属的线条，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在画的时候心中无石。什么叫心中无石呢？就是你心中没有石头的概念或者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在画的时候，你看到我的这个山石，你看一笔画一笔，看一笔画一笔以后呢，在画的过程中行笔没有这么流畅你看，比如说我们比方说这里我们看一笔是吧？好，下面怎么画不知道了。好，我又看一下画，看了画以后这么再一笔，好，再一笔又不知道了。好，然后又再一笔，这个画出来的东西它就没概念，完全就是散的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能够出得了金石位的线条呢？你看我在画的时候你比方说我现在不说话就一笔该快则快，你看这就是金石位的线条，是吧？画了这画出来以后笔锋一转，马上拖，这你看金石位的线条就出来了，一抻，这个画其实就像干什么呢？就像在打太极拳一样的。好，你看我现在画了这一笔以后上来抻了以后，马上笔锋一转，好，这个时候你就用局部的笔好画出一些这个。虽然我这个现在笔很细，但是你会感觉到里面是很有质感的里面是很有质感的。这有虚有实，是吧？有粗有细，各方面有聚有散的线条组合到一起，它就出现了这个。我把这里画了以后它其实线条与线条之间，我现在先看不了这里，一会儿看先把这边的问题先解决一下线条与线条之间，然后呢就是这个还有笔之间它是连贯的，它这个用笔是连贯的。如果你是看一笔画一笔，你整个的山石是散的整个的山石是散的。你看我们现在画了这里以后好，你画上面也可以，画下面也行。一般我们画下面一笔笔锋它的揉动，在揉的过程中又转锋，基本上能做到什么八面来风，是吧？好，把这里画了以后，你感觉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好像这里收住了，其实我这里画风一转，是吧？好，把这一块山石一画了以后好，你觉得把下面画好以后，上面刚刚画的这第一笔，这很简单，我这一笔一上一上以后，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就画它的层次。好的学员就说了，我不知道这个山石的层次怎么画，其实就这么简单，我要突出这一块，是吧？突出这块亮的，但这块亮的这里面还有一些称法细小的称法。你看，我要突出这一块的时候，我就把后面的这个稍微压深一点，是吧？
稍微压深一点以后，现在呢这一块呢感觉到哎它这个形状斜着的，如果你觉得哎不是太稳的话，你把后面你看后面这里大家看明显要干什么呢？明显这里就虚很多了，是吧？这虚很多。好，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把它的什么样呢？已经把它的这个其实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面已经有的了，已经有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再往上一点啊。我们会在什么样呢？就是觉得还不够，那需要什么样呢？就需要把这个笔啊，通过抻擦，把笔擦得很干，一定要擦得很干。这里问题来了，那抻擦倒是可以的哈，但是抻哪里？抻什么地方？这很重要。你比方说，你看我再抻，我都是在哪里？在边上，在这个后面这一块，这一块我再也没去动它，是吧？这块我就没去动它。好，然后把这块把它给画好以后，也抻擦好了以后，大家看我的笔，基本上就散得很开了。其实这里面水分就很少了，几乎就没有水分了啊，几乎没有水分了，是吧？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来，我们这里很重要，把这个笔大家看啊，我这个笔现在还是基本上还是散开，大家看我这里看得出来哈，完全是这个，你就可以怎么办？如果你就是画水墨的话，那你就直接把笔尖一洗，是吧？笔尖一洗，在这个纸上调一下，再洗一洗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哎，我要让这个反差更大，是不是啊？我要加一点点珠标，当然也是可以的。在加的时候，你看，或者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点山绿，是吧？笔尖上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墨色啊，但是有一点哈，但是主要在笔根。好，我们现在画了以后哈，当然刚刚有学员说了哈，一看就会了，一画就废了，这个是初学者的一个特点。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多画只要你多画，好，你不要，我们大家看，我这一块是不是这么一加进去以后，哎，这里斜过来。一下子呢，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这就是个块面。什么叫点线面？这个就是面。好，这个后面这一块，这里把它压一下，后面压一下。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不要去干什么呢？你不要去，围着这个石头绕一圈你看我这里压了以后，哎，你看我这里哈，在画的过程中，它也会产生一些水基印，这是很舒服的，不要去管它。好，把这下面。你看，我们这一块就非常的突出了，是吧？就把这一块就非常的突出了。当然，你如果是觉得哎这一块还块面比较大，你放心，我们在画完了以后我会在怎么样呢？会在这些地方加些树，就把这个
块面稍微挡一下，你又能感觉到它的块面，但是它又不是一个这么生硬的一个块面，这是后画，是吧？这么一下子，是不是这个块面就出来了？啊，就出来，效果也很好，啊，效果也很好。但我感觉好像从电视上看到有点深，其实我这里非常浅哈，我相信你们要是大一点的投屏，如果看到应该是。它每个人的手机电视色彩还对对对，你原都不一放大一点来。样。你看哈，其实这里面它是非常的，是很浅的啊。放大了以后，你看这里面的线条啊，这些都是很漂亮哈，很漂亮，很虚。完了以后，有时候说不定稍微勾一下呀，稍微怎么弄一下呀，这个是就出来了哈。这个是什么呀？就是怎么样能画出带金丝微的线条，而且那个点线面的组合，你看这里面哈，其实就有很多的点啊。这当时抻插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点啊，这包括是白的点、黑的点都算是点，是吧？然后这里面有线条，这一块面通过点线面的组合，让整个块面啊，它的层次感就非常的漂亮哈。水的颜色哈，当然你这里问的比较笼统，水分很多种我们这个水呢，差不多分很多种。你比方说我们小溪的水，它是带紫灰色我们这个大海的水的话，它是带什么？它是有蓝色调多一点。那我们龙啸的水呢，就是暖色调多一点，是吧？龙啸的水还分前面和后面，前面的呢，它基本上它是带紫色调会多一点墨会加进去让它很深，是吧？到后面那个叫稍微什么呀？就奶咖色的颜色多一点所以说都有很多种的画法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像九寨沟的水，是吧？它静止的水，说水有很多种，我建议你这个多看我的视频，这些问题都在我们视频上有讲，就前面的课程上都有讲的当然好多人就说了，我先消化一下消化一下，还差好多课没有看，是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会学习的人，就是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有什么了，这个就是这些其实都很简单，你就只需要再把以前的课程再反过来再看一下一步一步的看过来。当然我们每个课表上都会有这节课画什么，那节课画什么当然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我们每次我们把那个画画了以后发到群里那个叫什么？群相册，对，群相册里面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画你看这节课第几节课教的什么都写得很清楚，好，你就对应的去学习第几节课就可以了一会儿会谈云的马上就会谈云，因为这里已经有人问了的当然好多学员说了，先消化一下，还有好多课没看，等过段时间想继续报提高班这些就是一步一步的对自己有计划的。我觉得我们学画画就是要有一定的就是你不要好高骛远。我一直也给大家说不要好高骛远，你不要觉得自己还没有学会爬，你就要去跑了，是吧？你刚刚才开始这个就是基础班，刚刚才开始学基础他也不想打他看到那个我们的提高班课表，哇塞，教的太有诱惑力了，去学。其实你基础还没打扎实，万丈高楼从地起，是吧？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基础慢慢的去什么样的，去把基础打好了以后，然后提高班面授班。你看我们这一期好多学员这个面授班来了以后他学了几期这个
网络班，在面试班一学回去以后，他觉得他有一个飞的这个进步啊，真的是一个飞跃啊。所以说我觉得它有一个过程，不要着急，你们先，特别是我们这一学期的哈，这个好多报基础的，他真的就小白，什么都不会画，但是你看现在画出来哈，虽然上节课的那张画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有点什么样呢？是有点为难大家，要叫大家去真正的临摹完成呢。我看了看，有些画的很好的都是前几个学期学了以后，然后他画的很好。真正的这些刚开始学的，你要画那一张还是有困难的哈。也不着急吧，大家可以先画着以后多画多练，是吧？对你们肯定是有好处的哈。老师多举例讲讲点线面的组合，在什么情况下注意点线面的组合？对，这个刚刚我也说了哈，这个就是他在画的过程中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哈，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哈，我现在就拿到这一支笔哈，你比方说我把这边。稍微再点一棵树，是吧？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点线面的组合呢？这个时候，它们两个树你看，如果我再把这个树枝一画，这个是不是点和线都出来了？现在它们差什么？就差面。就差面的话，我很简单，我只需要把这就是面，我几乎就不要它有任何的变化。我几乎不要它有任何的变化。你看，这么一加，当然肯定说了，它点字笔，它3支点字笔头连在一起的，它在画的过程中，它跟它这些里面。这个肯定不舒服，是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小笔去把它形状，这里面去把它的形状这些调整一下，主要是这么样调整的自然一点。有些细小的东西大家注意我这个都是微调，不是说是我调了以后哇，这个地方变化很大，那变化很大就完了你比方说有些学员他就让它变化很大，本来这个树很自然很协调的，你让它变化很大以后，然后这个面负一坨到一半，压它一半，压到这里来了，本来一棵很舒展的树这就不舒服了，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注意它这个整形的这一块你看我们把下面就把它其实你们现在看我画画觉得你看老师画画的时候就觉得就跟玩儿似的就跟玩儿似的，就好像很轻松就能画出来。但是我这里的这个轻松，它也是源于我多年来的一直不停的研究，不停的去画，是吧？这个就即便我现在目前大家跟我学习，肯定是因为觉得我画的比你们好才跟我学，是不是？但是就即便现在目前我这个状态，其实我也在不停的去研究，不停的去在学习在研究更多的技法。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是点线面的组合，大家看我就随便加了一颗以后，把这个面一加了以后，大家一下子是不是觉得？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面要去解决当然我今天也不可能说是去把它全部就是给大家
举个例子，哎，大家举一反三，是吧？举一反三，通过这个大家可以写哦，如果我要这上面，我比方说哈，虚上去，哎，我可以画一些什么？画一些树啊，画一些山啊，画一些什么它让它这个面把这些数字挡住，一下子让它层次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富所以说呢，我是觉得这个这里有位学员，这里有位学员就提出来，他写了很多感谢的就不要说了他说让就是通过学习让他受益匪浅，取利，他说了让他费益受益匪浅再来山石、树木、云水、桥梁等我都讲得很到位这个确实，我可以这么说吧，不管去教大家任何一个，我都是基本上是我怎么画，我就会把这些画的经典部分一定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说怎么样要避免一些问题都讲给大家都讲给大家都是毫无保留的把我的这些知识点分享给大家我是觉得好，然后呢，这个当然他说了，最后一堂课呢，如果老师能把就是我专门有个画集好多学员都有的就是生命这个光的那个示范一下，这个呢我只能给大家去讲为什么呢？你要把这个光的那种感觉画出来，不是我们这堂课就能解决的，那只能讲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光的这个不是我们这学期所能涉足的所以说我这里呢就是建议你们如果真的想学习这个光的画法我们去年这个秋季班，其实去年不管是春季班也好，秋季班也好都非常的精彩，我都画了很多很精彩的画。大家不要以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它可以无限回看而且现在报名的话，肯定是在向老师那里报名的话，还有很大的优惠，是吧？很大的优惠。所以说呢，不要以为这个课是去年教的，其实都不过时，你只要把今年的课这个画了以后把它学了以后，包括我们这个班有很多的学员又报了今年的提高班也是借着我这个结婚的这么一个契机，给大家一个那真是前所未有的优惠报了提高班，这一课程学了以后，大家觉得那是去年的课程。其实我每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总结一些经验，比方说这学期我要教什么下学期我要教什么，都是完全错开的。不会说是我这学期我教的东西和上学期的东西是重叠的，是不会重叠的不会重叠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有光的画法那是一张我自己还挺满意的一张当然我去年还有一张很满意的画什么，就是大海的，好像下面还有一个同学也专门说了教一下大海的画法这个都有的去年都有的这个我这里呢，因为是我们今年的课程不在这里就不再去讲，因为不管是光也好，还是大海的画法也好，你就1比2比，你没办法表现出来。你有一个浪，说不定就要一节课都画不完。它那个大浪非常的精细上次大海也是花了好多堂课把它完成了，6次整张的也是非常辛苦的当然好多学员说了，画不好，他怪笔还有说怪纸这都不怪还是怪我我没教好另外有学员也说光的画法赞同，希望老师演示。还是说了这个光的画法呢，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我跟大家可以说一下。你比方说我们在画要留出来一些光你比方说你就可以从
树枝上，一般只有从树枝上或者从云，它那个云啊，云层中间有洞啊，或者怎么样，阳光从云层中射出来，那种一束一束的光哈，也是很漂亮的哈，也是很漂亮。但是呢，这种就靠流，通过流出来哈，通过流出来。具体的就怎么流的话，它这里面比方你可以先把30画出来，先把光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有光的地方流出来，没有光的地方画30，反正就是把它画出来以后，然后再通过染，然后这边就说远处一点的呢，它光不可能说是完全就是挡住这个山了，它还透出一些味道出来，要表现那非常难哈。但是我这里现在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哈，我这个星期画了有光，就画了一个光的画法，画了青城山，因为青城山大家都知道，这个青城天下优，上次给大家说了哈，青城天下优，它为什么优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树啊非常的茂密，以至于我们走的这个哈，它几乎就被树丛把那个光。把这个顶上的这个天挡住了，你在里面感觉非常的幽，而且冷。那天我们去其实很热的，都在那个后山都冷得不得了。但是一旦没有树的地方它就会感觉那一块特别的亮。哎呦，那种感觉我这次就好好的研究一下那个感觉。就清晨，我最近就研究了一下，就画了一张这个光从这个树丛透过来那种感觉哈，反正我自己觉得应该比我上次生命那一张的感觉还要好一点但愿出来，但你们画册因为还没出画册，所以说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哈。这个学员说了哈，总是觉得30画不好，点线面组合怎么组织？我刚刚给大家说了哈，这块30这块30。基本上就是把30点片，当然我们30有非常多有非常多，我也只能说是今天大概主要以讲为主，会讲的更多会更多。你们要是一时领会不到的话，你可以你可以那个什么呢？在回看的时候再看看。大家不要以为我没画，我就在说，好像就觉得没什么用我说的这些很多这些，其实都是有用的。我看再讲讲彩墨画调色有什么讲究？这个我就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调色，你比方说，我们这里就开始调点颜色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彩墨画呢，它是6种颜色，是吧？好的学员就觉得了，曾老师就用6种颜色，就画出很多变化丰富的这个彩墨画，是吧？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先讲大的一种感觉，6种颜色的话它就分冷色调和暖色调。冷色调的话，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冷色调。好，黄色它是介于它们的中间色。好，这2种，这个胭脂色和这个朱标色是暖色调。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冷色调的话其实胭脂色它也是作为它的一个调和色。你比方说，我每次在调的时候，就是要调冷色调的话就是太青蓝、胭脂、山绿、藤黄，它这个以这个为主，但这个为主又有变化了。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在调的过程中，太青蓝多一点，它就偏蓝，是吧？这个就是山绿，如果多一点的话它就偏粉、偏绿这些要多一点。如果是藤黄多一点的话它就偏嫩绿色。比如我们要画春天这些，就基本上藤黄会很多相反，如果是暖色调的话，那就是朱标、胭脂、
啊，加一点山绿，加点这个藤黄，啊，以珠标色为主，它也是开始以此类推也是一样的，我哪种颜色多一点，它哪种颜色就会那个哈。你比方说我们这里就开始调一下，好，我们现在首先第一哈，我们要调这个就冷色调，好，首先你看我们这个太极蓝多一点是吧？它就变成基本蓝色，然后你觉得哎这个太极蓝太亮了，我要让它下去一点，这个时候胭脂色一来，你看明显它就会怎么样深一点了。好，深一点以后，山绿加一点，你看颜色又变化了，颜色又变了，它就粉一点了。这个时候最关键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加这个藤黄是吧？这个藤黄的颜色一加进去以后，马上它就会有变化啊。马上你看它就有变化，它就非常的柔和了。所以说这四种颜色一加，这种感觉啊，你看就出来了，是吧？就很漂亮，就很漂亮。它有时候我们在染色的时候啊，这就是很好的染色的一种方法了哈。当然我们现在到了3点我把这个暖色调再讲一下哈。好，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是冷色调的画法，是吧？暖色调呢，我把笔洗一下，也是我们少沾点水，有一点点这个颜色无所谓。它有时候啊，色彩与色彩之间啊，你看为什么每次我在调色的时候，我根本不洗盘子？为什么呢？就是你加一种颜色以后啊，只要哪种颜色占强，这种颜色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一下子就改变整个的这个。你看我们这里哈，是吧？珠标、胭脂、山绿、藤黄，是吧？出来以后，你比方说我们画龙啸啊，画这些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好，我现在就说了，大家看着这个是暖色调吧？如果我的颜色占强的话，马上它就改变它的命运了。你看，我比方说，我现在就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我加一点这个太极蓝，是不是马上就改变了？啊，马上就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就哪种颜色占强，所以在画的过程中啊，我的颜色是千变万化，什么呢？就是我把冷色调、暖色调很好的去掌握，用颜色的多或少去解决它一个问题，去解决它一个就是说颜色的变换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颜色我说清楚没有哈？大家可以到时候反正我就是这么去画的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在画的过程中，它那种也很重要，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你首先要对这个色彩，对你创作的这段画的色彩，你要有个大的感觉啊。这种感觉来源于那个你多走进生活啊，多去写生，多去观察啊，你才对创作的东西有感觉。要不你完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请问你怎么去调色呀？是吧？啊，请问怎么调色？那好多学员就说了呀，现在先跟曾老师学习啊，看曾老师怎么调色，怎么样啊？这些当然也是个办法。在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去找到这么一个参照物啊，找到这么一个老师去学习，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一直说，一定要活学活用，千万不要去学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完全离不开，那就完蛋了。一定要是像齐白石说的好，我觉得是学我则生，他是我则死，就一定是不能说是学的跟我一模一样或怎么样啊，要去变通的学习，好吧？好，同学们哈，现在3点05分，过得很快。其实我说实话，上这个课比我上画画还累。
我又不停的在说，是吧？一会儿还有好多问题要解答哈。好。现在我们课间休息10分钟啊，10分钟之后啊，老师继续给大家讲解问题示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哈，有的话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平台上可以留言啊。为什么呢？他在做事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每次我在画画的时候，我都在强调，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个色不爱墨，是吧？一定要做到色不爱墨。但是好多学员啊，他在做色的时候，你看我刚刚在调色的时候，不管我怎么去调它，颜色的厚度你要控制的好，颜色的厚度一定要控制的好。好多学员呢，他就是看到我，因为我每次调色调蛮多，怎么样哈。其实我每次在调色的时候啊，我都是笔尖上来一点，不够再加，不够再加，这样子呢，以保证颜色不要弄得太多，当然这种呢，它就取决于，就是说你们在这个网络班上看，你看不到我的现场。为什么好多人学了几期面授班以后，学了几期网络班以后，然后他一定要参加一期面授班呢，就是看我现场的感觉，因为我们每次现场结束休息的时候，这10分钟哈，大家肯定就我也是补充一点能量，喝点水啊，看看喝水喝急了，以至于我现在一说话差点呛着我了。你们肯定也是，一下课喝点水，吃点零食或者休息一会儿，是吧？但是面授班就不一样了，面授班一下课以后，马上会围一堆人，围到哪里？研究一下我的笔是不是跟他们不一样，再研究一下我的颜色是不是刚刚调到了一盆颜色里面，它有多少的稠度，再摸一下我这个纸它这个湿度是多少，怎么样啊？那是非常是零距离，可以说是零距离的就接触我们这个画，那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哈。但是面授班呢，它又没有回看所以说完全就是说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坏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教学的课程说是非常完美的非常完美的怎么样哈？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哈，大家呢，就根据自己的这种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来选择学习的方法。当然有时候我觉得网络班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它有7天的，相当于比如我们星期六上课，它其中有6天的消化时间，这个是面授班不具备的。你把这一课画了以后，而且在这6天，你想让我放几次就让我放几次，是吧？然后把这一堂课的这个视频拿出来，老师从头开始画，这一笔没听清楚，再回过头来再听一下，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有学员问什么呢？就是说，南方的山这也是你们肯定会具备的一个画。这是我到青城山，他们管委会的那些人哈陪同我的时候，他说他们也接待了很多的画家去到青城山来写生，这里面特别多的是哪里的画家呢？北方的画家到了青城山几乎不会画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太行山也好，是吧？到我们这个北京的像10渡那些景点包括什么北势山反正那边的山，北方的山，它植被都不是太多，那种山石都是裸露到这个就是外面的。大家在画的过程中，只需要把山石的
像这山石的味道画出来就可以了。但是一到了这个就是四川的山哈，其实南方的山的话，南方的山植被很多啊。这2天其实我也在创作青城山啊，我也在创作青城山，它确实有这种情况，植被一多了以后啊，它那个山石的裸露的地方就会少，但是也有，其实青城山也有裸露的地方哈。你比方说它那个它整个的这个后山啊，其实有好多的石头啊，这些有好多的石头。但是呢，相对而言呢，主要还是以什么？以植被为主，特别是我们画远山啊。你看我其实经常去表现有植被的山，是吧？我会画一些用点字笔点出一些重塑的感觉，通过点子点出来以后，然后在上面隐隐约约画一些什么？画一些这个就是山上的这些小树啊，因为一般来说别人都说远树无知嘛但是我会画一些它的层次树形出来，再稍微勾一些小枝的话，它就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办法的哈，是有办法的。当然你可以把前面的山把前面的树把层次画得更丰富一点，然后逐步推过去。远处的话就不要把它画得非常的裸露的山这些你可以适当的就用点字笔点一下这个山的形状，逐步很淡哈，远山稍微点一下以后，再把山形稍微一勾一烘匀就出来了哈。这个很简单，你只要去写生，仔细去领会一下就没问题了哈。这有一个学员要画光哈，你这个北立刚上面说了的呀。这个光这个反正以后我们肯定会在就是争取吧，就单独把这堂课拿出来看是不是可以的，通过我们抖音快手这个平台是不是可以把它拿出来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以后再说好多学员都是这个我们看看因为还说了，因为光它不是单独的一个画法，它要把光画出来以后它就必须的去陪衬，那个陪衬是非常难的，我这不是我这一丁点儿半丁点儿的时间就能解决的其实还是建议，如果你真的很想学习去年的秋季班这里面有好多很精彩的这个，而且去年秋季班是以束缚为主吧，就是说我们好多的学员学到一定的时候，他在以前没有学习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还对他不是太认可，跟我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把这个画拿出来，有时候在他们班上或者在他们的小区或者在他们一个小的一个沙龙一拿出来一看，哇，好多人就觉得哇，怎么几个月不见进步这么大呀好多人还是很自豪的跟曾老师稍微学习了一段时间，就进步这么大，这个也是很好的这个刚刚我说了信里听风声，这个问了一下这个，刚刚我专门说了，就是那个就是染色糊了一团那是因为颜色太浓，你的颜色加的太浓了以后，然后一染上去，因为这里面如果是有粉质颜料的话，比方说这里的墨色非常的深，是吧？但是它再深，一遇到带粉质颜料的，而且很厚的，一染上去，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把这些线条给糊住了。所以每次你看我在染山石的时候，我都不会加什么，不会加山绿不会加山绿，这样子的话会好一点会好一点。当然有些学员说了，如果我画糊了，如果我这里颜色已经就
就把墨挡住了，是不是可以再用墨啊，或者再用什么提一下？完全可以的啊！你可以再用胶墨啊，把它稍微提一下，有些地方啊可以再用点字笔点一下，再把它凸出来就是了啊，没问题的哈啊。包括这个就是染色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比如我们在染这么一块，这个就可以染一下呗，给大家说一下啊。你比如说哈，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稍微染一下。我刚刚调的这个颜色，我们这里调的颜色，因为这张画的背景呢，它是这个是红色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会胭脂色稍微多一点。你看同样的颜色，我只需要稍微加一点东西，它就不一样了，是吧？它也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注意我刚刚这里面是加了什么？加了3绿的啊，这里面我是加了3绿。好，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把这个水啊稍微稀释的多一点。你看胭脂还不够，我再加，接着加。自己觉得哎加的够了以后就可以了。你看我把这里那个画了以后哈，我只需要，首先第一，我在染的时候，你看我们先染了以后，你会让这个画面更加的什么样的？通过这么一烘染以后，你会让这个画面更加的丰满，而且是怎么样了？而且更加的突出。为什么呢？因为我把多余的亮点把它染下去了，是吧？我把多余的亮点染下去了，这个好染了以后，我们比方说，哎，我们盘子里。我把多余的颜色放到这里来，我把多余的颜色放过来以后，把笔洗一下，这个时候就不要太多水分了，不要太多水分，因为染了以后，我这里就一块石头，是吧？就一块石头，干什么呢？我可以直接加点这个，你看这个时候啊，3绿色我就不加了，我直接多加一点这个藤黄，太极蓝加藤黄，关键是我加什么？要加这个朱标啊，哎，你们看我加了朱标色以后，这个颜色它就偏什么呀？偏一点暖色调，但是它总的来说。哎，还是这个，我们把它调好以后，你看，把它染一下，在染的过程中，根据画面的需要，有些地方我加的很深，这个相当于过渡一下，有时候加的很深，但是呢，哎，有些地方啊，我基本上就没有去。来逐步过渡，把有些凹进去的地方用这个笔用勾染的形式染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把笔洗干净，再调点颜色。大家看，我盘子里还有点颜色，我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藤黄、山绿，山绿只加一点点，是吧？哎，藤黄、山绿，再加什么？朱标。哎，这个时候加朱标的话，它就明显朱标色就多很多了，是吧？这调出赭石色，我们刚刚没说哈。赭石色呢，好多人就问我，喂，曾老师为什么不用有现成的赭石色？为什么不用呢？还要去专门调？我们就跟大家说了，我的画面也是追求一个变化。同样是赭石色，我根据画面的需要，它可以调整。比如说我这里面红色多一点，它就偏红；绿色山绿多一点，它就偏绿。但是黄色多一点，它偏黄。就同样是在赭石色的大的范围里面哈，它根据不同的需要去调整它。好，你比方说，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大家看我的笔基本上是打扁的，这时候不要大面积的去染它，哎。用勾染的形式，你看用勾染的形式把它去染，相当于怎么样呢？相当于我们在染的过程中，一定要留亮。好，染了以后，把笔打扁了以后，哎，再把地方擦一下。哎，记住哈，这是擦一下，不是说是统一染一下哈。你看我现在就把它染出来哈，但是我现在还是这样子的哈，我通过视频看的话，这里黑成一片了，但是我们放大看看呢，你就放到这里面。来，我们放大看哈，我这里面线条都在线条都在，而且这个逐步过渡，你看往上走，它这个逐步过渡的感觉是这些亮度是非常的亮非常的亮，而且那种质感山石的质感稍微缩小一点对吧？山石的质感这些也出来了。现在呢，它显得比较薄适，因为像你看，大家看我这个刚刚很深的这个，其实现在看它并不深了，是吧？并不深了这里稍微加点树不行的话，这里加条路上面有个亭子一下子它就会使这里面，你看我们这里面是看得很清楚的。这就是要做到什么？色不爱墨色不爱墨。这里面还有好多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七星山，我们说，因为怎么说呢，要给别人留点空间因为光一个人的问题太多了的话也不行不好意思我就不再回答你的问题了。下节课想学习这部山中的乘法。像这些课程就是你像某一种这个就没办法去给你们去那个就是你要想就是一节课就完成你一张画，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呢，我看我这里面好像基本上。好，这里面基本上问题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以后啊，好多学员他们都开始怎么样呢？这个当然开始还有一些就问怎么样去这个布时，一会儿我就可以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哈。首先先说一下，好就这里吧，前后关系一直这个万州一怪哈，就是说的哈，前后关系一直表达不清楚，前后关系一直表达不清楚，他一听我说了，他就明白多了哈，就明白多了。我还看到下面，然后注意老师讲它色调不够厚，反复，颜色我一直在上课的时候一直专门说了哈，我们说，比方说就是我刚刚染了这块石头。染了石头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我觉得还不够厚重，说不定我又再染它一次，这都是完全可能的哈，这都完全可能，所以可以重复染，但是不管你们重复染不染哈，一定要做到什么呢？一定要做到这个就色不爱墨，你不要通过染了几次以后，你把你的要画的要表现的东西完全挡住了，那就不行哈，那就不行，老师，一会儿休息是否完成？这个我每次都会有给大家，包括我每次都会有最后一堂，都会。你看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把那张树的那张画的镜头都有的呀，你去看看哈，都会有的哈，画。淡一点的云，基本因为一旦要画云，我这个纸就要打湿，这样画云今天不太现实哈。但是我每节课都会去画一些云。我们每次先画云的时候，都是从最淡的开始，都是从最淡的开始，你就把颜色调淡一点。云的那个方法呀，我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可能性画云哈，有没有可能性，或者是把这个吹干一下，在这顶上，这个哈，好，有些学员说了哈，他老是画不出有弹性的小树枝，这个是一个通病好多学员都画不好为什么呢？来，我们现在给大家画一下，我们首先调这么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拿支小笔。是吧？这支小笔呢，你可以用这个比较凸的，我现在这一支哈是比较凸一点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细的我们可以拿细一点的吧，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手上肯定都是属于是，这个笔还用的不多，比较轻，是不是？我们首先调的时候。刮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连笔根带笔尖一起刮一起刮的话，有个好处就是说，它笔根的如果水分太多，在画的过程中笔没有弹性，你就不容易画出。你刮完了以后，觉得笔尖不够水分，在笔尖上再蘸一点在笔尖上再蘸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要画这么一个这个树枝哈，我们就从这里，因为反正这个地方到时候要长一些树枝。好，它这个，你看我这个笔现在是非常尖的，我们要画树枝的时候，像如果是很尖的笔，你可以这个由上往下但是在画树枝的时候，怎么样能画出有弹性的树枝来？就一定要注意什么样呢？就是我们这个树枝不要把它画成直的，要把它画的有一定的弧线有一定的弧线。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弧度的，是吧？你看我们还有一个就怎么样呢？就每一笔要送到位那是经常有些学员就说。在画的过程中他
笔是飘着走的，它是真飘着走的啊，就没有画出这种感觉来。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哈，首先要有停顿，穿插，有弧线，每一笔画到位。一般在画树枝的时候，啊，我这里最好是不停留，就是你就像写字一样的，它有一个连贯性，啊，它有个连贯性，因为你一停在下面的话，它就不容易这了。好，这个画好以后，把它们连起来。你看，它有时候它这个线条之间啊，在画的时候，你不要一笔就拉到底。哎，在画的过程中啊，你看，画到这里揉两下，哎，再下来再揉两下，它有变化。画树枝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样呢？就是比方说，哎，我都像这样子了，我要让它舒展一点，是吧？不管你舒展也好，不管你怎么也好，你看我这一线条都是怎么样？你看每根线条都是有弧线的，是吧？你就不要直的，你画一个全是直的，那画出来一个这个树就感觉什么张牙舞爪的啊。张牙舞爪的就不舒服。你看我们这里每一笔评论区关于光线的画法，让老师说先后顺序，老师在前面说了啊。然后另外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班是基础班，这节课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老师根据大家在这个基础班的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足之处，重点去讲解示范。对于大家想学的大海的呀、光线的呀，还有春夏秋冬很多的问题啊，都不在我们这节课的内容之内啊。希望大家先把基础的课认真扎实的去打好基础，千万不能好高骛远，一下子就想到我要春夏秋冬也要画，然后大海的也要画啊，光线的也要画。现在基础班还达不到，当您基础掌握好了之后，后期您再去慢慢去学习这些比较难一点的课程啊。你看啊，我现在就给大家画了几只这个有弹性的啊，这个树枝，有弹性的树枝哈。这个画了以后，这里面你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点点子，是吧？啊，你可以用点字笔，用那个点，你可以画夹页，啊，都可以。所以说，就是怎么在画的过程中啊，它是有很多的方法哈，它是有很多的方法。因为我们作为先基础班的啊，一下子画太复杂的自己画不好，自己内心是比较急躁的啊，觉得怎么学了这么久还画不好啊怎么的？他是因为没从简单的什么东西从简到难啊，慢慢来。你再把开始大家的问题。刚刚那个问题上面的问题，讲一下烘匀时笔肚、笔尖如何同时用。我们在烘匀的时候哈，这个调色是非常重要的。调色哈，你比方说啊，其实我现在这里也差不多干了，我可以一会儿可以把它稍微吹一下，不用吹一下，直接打湿。打湿以后呢，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烘匀的一些简单的方法。其实每堂课都说了哈，但是要加深印象，我们首先第一哈，要把这个水换一下。烘匀呢，就必须是在这个是在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在烘匀的时候哈，就要注意到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啊，首先第一，
这个调色是非常关键的啊，调色在制作这个笔之前啊，制作这个之前是非常关键的啊。好多人如果是你前面这个环节啊，如果你没有去认真的去完成啊，你只是在后面的去乱弄的话，那就不行的。一环扣一环，首先你在烘匀的时候，你的远山是什么颜色，是吧？远山是什么颜色？那你在调色的时候，你就一定是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要调这个，一定是要调，就是跟远山接近的颜色啊，跟远山接近的颜色。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到了第二步以后哈，你颜色调好以后，那你就要去把你调的颜色这个笔去把它刮干。刮干以后，笔尖挤干，最后笔尖蘸水，这个环节是我们画匀成不成功的关键环节啊。好的学员，这一步环节如果做得不好的话，那你几乎你就没法烘匀啊。就是我们这种烘匀的方法哈，我们这种烘匀的方法啊，当然烘匀有很多种的方法。这个你比方说我的老师的话叫黄春瑶老师，大家。我看最近也有人把黄老的一些作品发到群里，我觉得太好了啊！发到群里，让大家看看，了解一下黄老的一些画法啊，了解黄老的画法，然后再结合老人家的画法，再看看我的画法是怎么演变的，就这么一个传承。我继承了很多老师的好的方法继承很多老师好的方法，但是。又在黄老的这个基础上这个我又怎么样呢？我又去加了很多的这些自己的一些方法，还是我一直说了哈，如果我当时临摹老师的作品，临得非常好，临得非常好，老师经常表扬我，因为我们在跟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是只要是。学校要办展览或者要怎么样，差不多我都是第一名差不多都是，就是我不当第一名的话，我是第二的话，第一名都是空缺。这个有点吹牛哈，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大家肯定认为我在吹牛。当时我们的翰林艺术学院的话，每年都要去办画展以至于到最后我当老师以后，我在翰林当老师以后，这个就不让我参展了。说你已经是老师了，不是学员了这个有一个得了第一名的学员说的他得了第一名，主要还是因为是我们同学嘛，大家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我没有什么这个参加这个我们关系都很好。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就说从小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在悟性上这一块画画很讲究悟性。悟性上这一块呢，我还是有一点点悟性，以至于说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临摹老师的作品是临摹得很好，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你要学老师，你学他的技法包括你们现在学我的东西，学我的技法，你们千万不要迷到里面去了，就是迷得扒不出来了别人说了，我们要学习传统，研究传统，要以最大的力量去学习传统学习好了以后，还要以最大的力量怎么样呢？脱离传统这样子才是真正会学画的人。你要是一味的学习老师，把老师的画的非常的像了画的非常的像了，或者非常的就是说完全就是扒不出来了你怎么样？你都就好像深陷其中，对吧？你把老师的技法研究的滚瓜烂熟，但是最终你不管你画的再好，也是老师第二，是吧？没有自己的传承。既然你已经把老师的东西可以画到这么好，这么有极致了那证明你是很有悟性的人如果是很有悟性的人的话，那就应该怎么样呢？那就应该更好的去研究自己的。对吧？通过写生通过去竹类旁通
啊，你比如说我并不反对大家去，好像以前我们拜了师门的话，那这个就是你就必须在我这个师门里面啊，要，好像是就算老死都不能去学习旁门，我们早就过了这个年代了。啊，早就过了这个年代了。如果真正你觉得你特别喜欢谁的东西，你完全可以再去学习别人的东西。我一直都这么说的哈。我的很多学生跟我学了以后，都去到旁边别的地方去学习啊，我都非常赞成。哎，学习好了以后，最后你把跟我学习的、跟别的老师学习的、自己研究的，把它 run 了组合一下，哎，最后一出来形成自己的。这是不是就是更好了，是吧？是不是就更好了？所以说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稍微打细一点哈，稍微打细一点，因为这边是刚染了色，还不敢去动。好，我现在先说着，我们干一下。所以说呢，就是说，在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啊，再形成自己的东西以后，然后以后的话，要走的路就非常长了。一旦形成自己的，啊，你们现在比方说觉得，哎呀，郑老师画的好怎么样？其实啊，一样的，我也有瓶颈啊。我也有瓶颈，比方说，我就觉得，哎呦，我之前的一些技法，在创作的时候，我之前的一些技法，我就已经是非常娴熟了啊。但是呢，比方说，就现在我要研究的青城山，是不是啊？它就跟我好多之前的技法，山势上啊，各方面啊，它都不一样了。那我就得干什么呢？就得去研究一些通过我们的这次无人机也飞了。是吧？角度也不一样了也这个了。好，通过自己的研究，或者通过这些再去研究新的技法，一样的，在研究新的技法的时候，你就相当于把你熟悉的技法全部就抛开了，是吧？全部抛开了，你现在要去研究一下你平常没有涉足的，所以说画出来的东西有可能也画失败，都有可能的啊。这个是不是啊？好，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变化，说了一下哈，这个颜色，红云的话这个颜色其实它可以的，但是有点多，就是不要太多，因为一多的话，你就得去干什么呢？去用更多的颜色去调和，像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同样里面有点颜色没关系，这样我稍微加一点这个进去，它就我们画画对这个颜色呀，你看，哎。肯定说了，哎，怎么刚加了冷色调，突然加暖色调来？加尾，在平面红云，注意是这样。其实，在平面红云就跟我们画云海是一样的，你就是注意它那个云的一个舒展度。一会儿我还讲云的层次感哈。那应该在平面红云是不是指在画桌上红云还是怎样的？那你看看它后面写是吧？因为它有很多，它没有做画墙的。后面。对。哦。这个我一会儿给你解答哈，现在先讲红云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刚刚有人说了，哎，我们在纸上用怎么样去画淡一点的云？你看我首先第一，我把开始颜色你觉得很深是不是？现在调着颜色并不深了。为什么呢？其实我在用一些比较淡的颜色，你比方说我们加白色，我加了，你看加了白色加的比较多以后比如说那个藤黄这些加的比较多，你会觉得加了很多，为什么它不深呢？因为本身这个色调就不深，
你再加再多，你白色你把它加满了，它还是白色，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一直给大家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颜色不一定太深，但是很厚。就是我现在这里面有很多的颜色，很厚的颜色。好，把它调好以后，要把你调的颜色都揉进，一定要揉到笔根去。笔根揉好以后，笔根刮笔刮杆。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些别的颜色，就证明里面还没有去揉好。这个刮笔很重要，在刮的过程中，连笔根带笔尖一起刮，刮到你基本上不出水分。好，这边上你看有一个哈，虽然这个里面也是已经占了很多的墨，但是这里是干净的，这里面这个边上中间是干净的，是吧？中间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中间这个部分把笔尖挤干，笔尖挤干，我笔根没有去动哈，笔根这里还是有很多的水分哈。好，这个洗笔非常重要，洗笔啊，这个水我刚刚动了，最好水面不要去动，水面不要晃动。好，差不多了哈，这个时候。笔尖用蜻蜓点水式的，把它看一下，再弄一下，好，基本上就制作好了。制作好以后，我们今天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哈，并没有什么东西，我主要是给大家把这个云的感觉把它烘出来。像比如说摸一下，差不多。如果还有点湿的话，我们可以，现在你就要等，还有等，稍微用那个水，用那个就是宣纸，废旧的宣纸，把它弄一下。基本上笔呢呈45度角，你看呈45度角，这洗笔非常重要。笔洗得好，自然而然的这个下面深，上面就怎么样呢？就虚了。如果笔洗得不好的话，下面深，上面也深，这个云就画不出它的层次。怎么样能够体现出它的层次呢？你比如说，哎，你看我们这么一画哈，这个只是一层。到第二层的时候，就会做到什么呢？你看都会做到下面深，是吧？上面虚，就直接逐步就虚开了啊。这么一个出来，这边也是一样的。我比如说我要把它画成一组的话哈，画成一组的话，在烘匀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拉平，你要让它有变化。如果觉得变化不够，你最后都可以调整的。你比如说觉得这个地方深了，我把它调整一下，是吧？或者是这个地方不舒服，我就把它延伸一点出来，边画边洗笔。好，你比方说，我们这里烘匀一定要讲究它这个匀式，你不要去画排骨匀，就是说一排一条、两条、三条、一条一条的。你比如说我们画到这里，这就是一个匀的一个走向，是吧？但是这个匀的走向呢，你又不能说是把它画的是完全就是一条，这里面要有变化，边画边洗笔尖非常重要。你就不要像这里一条，就不要这里再来一条了，是吧？就要考虑，我是不是从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从这里下来，是吧？这边从这里下来，好，这边延伸一下，先把云的大的感觉先把它表现出来以后，好，然后我在里面去找一些细小的结构。你看，千万不要把这条给断掉，哎，这些细小的结构。有些地方该过渡的过渡，也把这些画好以后，那种云的感觉现在已经有了哈，层次感啊这些都有了，是吧？哎，你要想把它收得好，很简单，我只需要，差点掉下来。你要想把这个让这个云感觉到这个把它收得很好的话，很简单，我把这里啊加深一点。自然过渡一下，过渡一下它，是吧？过渡一下它，这个过渡过来以后，好，有些地方啊就需要同染一下。怎么样同染呢？哎，我染到后面以后，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条云啊，把它亮出来，是吧？把它亮出来，然后我就可以怎么样呢？把它的这个云与云之间的交界处，哎，通过这方法，你看，虽然我这里全部染了，但是你会感觉到这里面还有云过去啊，这就是把它的层次啊，把云的层次把它染出来了。一般靠近指边啊，我都会多染一下，好，这里也是一样的。这条亮我就不要它太亮，但是不等于说是我把它染了以后它就没了，它照样在。哎，我又把这里加了一点，让它延伸出去。刚刚有学员就说了，怎么样去用笔根和笔中间和笔肚，其实就是这样子哈。你看我在染的时候，如果我需要它这个上面亮一点啊，让它过渡多一点，我就用笔肚子啊，笔中间这一段，你看基本上笔尖在这里扫，它基本上笔尖是干净的，笔中间会有一些颜色，它就会很自然的，你看就把这个云染了，是吧？哎，但是我如果觉得哎我要去染比较深的地方，我就把笔放下来一点，把笔倒下来一点。好，这个时候你看，同样我又可以画出，是吧？可以画出这个云的一些感觉啊。虽然今天就是刚刚有人说，有个学员说要画一点淡一点的云，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云啊调的比较淡啊，因为中间因为它没有什么参照物哈，你会觉得这个云还比较薄。但其实啊，只要有参照物以后啊，你比如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哎，这个地方画作山，是吧？这里稍微画点树一挡，剩下的就是云啊，这就出来了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烘匀啊，之前有个基础班的老师问过我，他说他烘匀的话，老师每次的话吹干了再打湿。他说我烘匀的面积小，是不是只把那一块打湿就可以啊？那你要整体的打湿啊，你不要是哪块烘匀就打湿哪一块，到时候没打湿的地方是干的，这个水呀就往干的地方去，你的烘匀的形状就掌握不好了。我今天是特殊情况哈，因为一个是旁边这个是湿的，啊，今天只是烘这一小块。一般来说呢，最好是全部把它，全部把它给它打湿了。打湿了以后呢，你看，你想一想哈，我现在这个打湿了这一半，开始指到这里，它现在慢慢的在往这边跑，是吧？慢慢往这边跑，好，然后我在烘匀的时候呢，这个颜色有可能会被它带过去。颜色有可能会被带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怎么样呢？就是说全部打湿了，大家都在互相的挤压，匀就会好控制。大家听懂没有？听懂了的，那就那个了哈，就以后你在画匀的时候呢就更好了哈。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哈，现在同样我们休息10分钟啊，10分钟之后的话，继续给大家解答问题。如今在哪方？是路途天长，月落上阳。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大家还有什么？
看有位老师要看这个云的放大的近距离的看，我给您放大展示一下。这个云是老师没有任何山石啊，没有水呀、没有任何的一些就是纯粹的一个单独的云展示。当然你要想看更多，就是老师画了有山石的呀，有树的呀，或者有水中起的水雾这一些的云雾的话。你可以直接抖音上抖音搜索曾刚老师的抖音号“曾刚彩墨画院”，关注一下。在这个老师抖音上的话，有很多视频我是近距离拍的一些老师画的一些云雾给大家去展示的有山石类型的，也有在那个水中的就是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云，您自己去找到你喜欢的去多看一下。大家看我现在刚刚在画的过程中是吧？大家肯定没放大或怎么样看得不清楚。现在稍微给它放大一点点这整个的云的感觉，它该鼓出来的还是鼓出来了，是吧？该伸进去的还是伸进去了。这个云势是吧？它从这边也出去了，从这边又绕过去，又到这边去了。因为只是一点点空间就没有去具体的去延伸它。还是说了，像我们今天画的这个大家肯定觉得，这个画一会儿画这里，一会儿画那里肯定会觉得这个好像完全没有办法，有点乱，是吧？其实今天这张画呀，你稍微加点元素，加点这些整体的空间一画，它就完全可以画成一张作品完全可以画成一张作品。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你要去想你要去想好，又把它打开看看。我们开始讲到哪里？在画桌上烘云的注意事项。你下面还有吧？没有。没有了吧？对对对。我看看下面。有这些都没讲的呀，这些都没讲的，再这么下来好，我看从对现在就是开始讲到老师讲一下笔度的这个水的层次怎么画。现在是水的层次孙延真的你别动了，别动了。水的层次我们有时候在画的时候它比方说我看看哪里可以再去添加东西。我们有时候在画这个水的层次的时候你看我每次我用笔抖动的时候，抖到下面，就是你认为这个水它的石头一般是怎么样呢？就是石头画到哪里水就会到哪里。这里可以稍微来几笔吧。反正今天我们就是讲到哪里算哪里给大家争取能给大家把一些就说是你们想知道的问题，争取能够解决。除非就是说，我刚刚有些叫我画一整张的那种呢，没有办法那个这个具体的一些细小的，我们可以几笔就完成的，这个可以给大家。好，你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这个画水中的石头的时候呢，你首先第一你是顶上让它光一点没问题，但是下面就让它怎么样，要毛一点。水中的石头也不一定非要把它画的非常的什么像这旁边一样的，还要把它画的层次它的称法呀很到位，都不一定。你看就把它虚下来，在虚的过程中一定要怎么注意呢？把它画毛，
好，至于下面，你看我们是不是就有这个水冲上去的感觉，是吧？有水冲上去的感觉，是吧？遇到这两边都是水的时候，遇到两边都是水的时候，就要注意这边也要毛，这边也要毛。不，两边都毛的话，就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有个好处，哎，它在画水的时候，是吧？它这个两边都是水。好，我们这里呢也不要去延伸太多，因为延伸太多的话，又比较。大家看哈，我现在这么一延伸，这么一延伸以后，它这个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哈，哎，这里稍微来上2点，你看我们就画这么一点水哈，这就可以把水的层次就能表现出来了。这里画一个石头的原因呢，是因为哎，这个水冲下来以后，它会分开，这也是表现水的层次之一哈。我们把它画了以后，我们这里调的颜色，你看水的颜色一般来说调成紫灰色，就是说我首先加太青蓝。哎，加胭脂，紫灰色，那胭脂肯定会多一点，是吧？好，胭脂多一点，橙黄，你看，这就是本身开始里面颜色太多，最后其实我这里只用一点点水，只用一点点画一点点水，但是我调了很多的颜色，这就是因为你水分多，你就用很多的颜色调出水的浓度啊，调出水的这个出来。你看我们调好以后，把笔要刮干。基本上刮到不出水分，然后这里很重要的来了，哎，要怎么样呢？要把笔使劲的扭出，你觉得哎能够画出水的一些感觉了。比方说我们这里，这里有很小的一点空间，水要抖动。那怎么样能够画出它的一个层次呢？那在抖的时候，你看抖下来以后，这个石头指到这里，那我们水就只能画到这里，不能超越这边也是一样的，抖到这里，它就是到这里，你不能说是抖到这个位置上，石头在这里，你把它拉很长，那就不好看了。不好看了。边画都会抖，哎，你看这么一抖，
它水的层次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好，这个水冲到这个石头上，它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转向。水基本上像这种小水的话它遇到阻力，它并不是跟它要强行跟它杠那你要是挡住我了，那我让你，你看是吧？你看它就两边分。好，我刚刚故意把这个地方画到这里，就留出一些白的，你看这里有白的，这里有白的，是吧？就留出一些留白，因为今天其实这一点是有难度的为什么有难度呢？因为它所给我的空间并不多，那我们就要通过这么一点空间，我们把这个水浪花。这个水流下来以后，不管是再小的水，就哪怕就这么一小点水流下来，它都要产生浪花，都会产生浪花，这些都会产生浪花。我们所以说流下来以后，这边水也是，它也产生浪花，产生浪花以后，怎么样能画出它的层次呢？这就是全靠水与水之间的一个衔接水与水之间的一个衔接。你比方说，这个水冲下来，它又多一个层次。你看，但凡我跟它衔接的地方，我都会怎么样呢？深一点。这时候我鼻上水分都非常的少。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水与水之间的衔接它这个它流着流着，它们就融为一体了。这下面它又存在一个。你看，把它稍微画了以后其实现在还没干都没关系，反正我们只需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样去，虽然没干，但是我就直接你看把水第3个步骤，把石头这么一染，这是很重要的。你看石头一染，马上你就会觉得。是吧？水的厚度就出来了。好，这个时候石头染了以后，将就这个淡的颜色，我们把水稍微染一下，因为今天水很少，就稍微染一下。但是我这么一染，你都能感觉到。这点水流过来以后，它产生了一些浪花，产生了层次感。为什么它产生了个很好的层次感呢？就是因为这个水流下来以后，下面你看这个水流下来，这个下面它会深一点，它这里深，它就把这里的浪花就显示出来了，是吧？就显示出来了。
啊，这个浪花一定也要注意，也是要有浪冲上去的感觉哈，这个浪花产生浪花的这种感觉，这是很重要，不要把它画成一条直的、一条平的，这个水就有变化了，啊，这个水就变化了。好，我们还得往下开始。大家的话也有人会提问，他的话问题会自动放到最先的。哦。对，所以需要往后。啊，对，来你给我，我来控制。好，那个，我们再看看哈，我刚刚已经说了哈，光效的过程，我这在前面有说，你自己再听一下哈。它是这样，不是自己控制，它是有人一留新的言，它自动调自整到这动调啊。对，所以有的往后，你可以从，要不就是从最前面一个问题往后下拉也可以。可以啊，从2个不同的角度画云，画的时候注意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哈，你这个就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他的话问题的话，这个方老师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他说画云的时候，是看到的云的这个形状画是从你站在地面上看到的云，还是说坐在飞机上俯视往下看的这个云的画法？问题很多，我就给你解答一个吧。刚刚向老师也专门说了，就是我们看到云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我们去这个什么呢？去，比方说看到的云啊，特别是在这个下了雨以后，其实真正的天上的云，我们不光是飞机上的云也好，还是怎么样的这个云哈，它都不如我们，因为我们经常画山水画，这个云最好是怎么样呢？最好是这个在山中呈现出的蒸腾出来的云，去观察的时候，当然有无人机效果更好，是吧？有无人机的话，你通过你不同的角度，你能看到云中的变化，这是一种哈，当然我们最好是什么呢？用肉眼去观察，这个时候你没办法去画，因为云的变化太快了，你去感受。这个云在流动的时候，在蒸腾的时候，往上蒸腾的时候，它是种什么感觉？它云断山以后，它又是什么感觉？这个非常舒服啊！我们这附近啊，像今天我都看到很多非常漂亮的云。我们今天这里下雨以后，因为我们采墨之家这里呢，它这个后面就是很高的山，后面就是很高，经常就会有云雾缭绕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肯定都有吧？对，现在有。现在都有云。刚刚下了大雨。然后我曾经有一次晚上吃完饭，我正在我的院子里面散步，我突然看到远处的云非常漂亮，我赶快拿出无人机，呜飞上去，然后飞上几公里以外，是吧？再看它那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哪里呢？应该是在我的抖音这些快手里面都有显示。我去把那个云也发出来的哈，所以说就是说画这个云呢，你要两边不同的角度去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注意两边不要对称，要有一个通道，让云很飘渺的走过去，就是飘过去。这也是我一直说的气，因为我们画气韵生动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你不要在画的过程中像排骨一样的，你比方说两边的云，这边山，然后两个云对着，而且这个都是对着的，只是没有挨拢，就这样子，像排骨一样的，这叫我经常形象的叫比喻成排骨云就注意要有大有小有虚有实，把它飘过去这种感觉方老师，刚才曾老师跟您讲的就是。其实主要的还是站在地面上往天上看到的一些云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
大部分去写生各方面你都是爬山站在地面上去看，很少去坐着飞机上去看很多画那种云海。飞机上那种云有时候一坨一团的那种它画出来并不好看，因为我们是中国画，是吧？我们中国画，它并不是西画，西画是很容易表现，但是我们中国画呢，我觉得这样表现出来并不好看哈。好，我们看看宣纸用哪一面呢？宣纸用光面，这个是最基础的，我每次上课都要说的。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简单了一点哈。讲一下30的画法这个刚刚已经给大家有讲哈。如果有条件的话，一会儿有时间我可以在那边再画一块，这是石头，再画一块山这个水的层次都讲了，水的层次讲了，画纸铺在桌子上，用笔有区别吗？应该注意什么？因为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有些初学者条件不允许。就家里不允许这个像我这样子的哈，你看我这里其实有一块10几米长的一个大画板，高度呢是2.4米高度2.4米，就是一块木工板的那个高度哈，长度有大概15米左右所以说我能够画一张至少15米以上的这个画。如果你要那个更长的话，你可以卷着，你把这一段画了以后卷起来，把纸拖过去，再画下一段就可以的哈。所以说我们这个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一下这个铺在桌子上它有什么问题呢？就因为有些学员刚开始画，他没有办法去在墙上做，只能在桌子上画。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什么？用笔上其实差不多只是笔的角度不一样了。你看我在这样子画的时候，我的笔的角度是往上的，是吧？我是角度是往上，但是我要是在桌子上画的时候，笔的角度是往下的。那这个时候你的手腕的用笔的方法都不一样了手腕用笔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在这里画的时候，我是笔过来推上去，这个下面就不一样，这个是拖。有时候拖下来呀，或者是提上去，但是呢，用笔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通过手指，就是说通过我们在画的时候笔锋这个它通过这个手，这个3根手指头它转笔锋来画的因为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桌子上画，但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这个查出了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所以说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就改变了我画画的一个这么一个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么一改变了，那确实是第一，我们在画的过程中观察整个画面的整个画面的变化，那在竖着画呢，它确实是好多了，它在画的过程中。有时候我在轰云有时候我在画30我觉得不对了，赶快退后2米就能看到还有一个全貌觉得哪里不对。你在平着画的时候它是一个平行的，是吧？而且你的桌子的角至少有70-80厘米高吧，是吧？至少是80左右厘米高，那它就离你的眼睛本来就不了。你再退后一画的话，它前面大后面小说看起来没这么方便没这么方便这个是有条件的话，还是做块板子特别是我们现在就说了，最实惠的就是什么样呢？你比方说我这块板子我们也不要说2.4米了，就2米乘15米，这是30个平方，是吧？30个平方，如果我们在北京、北上广深这些地方我们也不要说一个平方就10万、20万，我们就一个平方就5万。这30个平方就节约了多少钱150万这个空间所以说这是实惠，加上能够治你的病。我的颈椎病，我现在至少觉得颈椎不像以前一天这个头晕了，虽然颈椎病还在但是我至少就觉得很舒服了，是吧？至少觉得很舒服了
啊，给大家算了个小账，你还不算吓死人啊！要是要10万一个平方，这就值300万的，光画板就节约了300万。我们有些老师啊说了，因为家里面画墙壁都已经是装饰好了，没办法。那么的话，就是说您可以就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参加过面授班的都知道，我们画院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画板，您买一个1.2米乘2米的一个这个木工板，你买回去自己用铁皮用亚麻布做一个啊，你平时画的时候把这个板子拿出来，你竖着画。不画的时候把这个板子收回去，也不挡地方，也不改变你现有墙的这些一些装饰啊，因为有很多说我要改墙啊，然后家里面人不同意啊，用一个折中的方法去解决。它什么3支点字笔就不要加工了。3支点字笔大家直接购买的，老师制作好的3支点字笔的话，您回到家之后，您把点字笔从笔根到笔头全部沾满胶墨，然后把它刮笔放在边上，下次画的时候直接洗笔再画，这样持续15天的时间啊，您就制作成功了。然后的话，在以后15天之后，每次在画的时候把笔洗干净放着。这样的一个程序。好，这里开始就讲这个平面烘匀注意事项哈，开始要讲这个。这个平面烘匀的话，正好也就是说，有些学院它就是在这个没有做画墙，它在平上烘哈。它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比方说，你看我开始，我把纸打湿了以后，我就不管它了，它就自然而然的多余的水分就流到我们画墙上来了。是吧？再顺着画墙往下面流，多余的水分很快我就可以画了。但是如果在平面你要喷得很湿的话，你不喷湿，你要喷得半湿的话也不行，必须要全部喷湿。喷湿以后呢，这个时候它水是没有办法往别的地方流，只有躺在那里，那你就要去掌握它的一个水分的。以前我在没有画墙的时候，我给学员说了，我们基本上做到什么，就是说那个报纸，那个时候我以前也订报纸，现在都很少订报纸，现在有手机，什么新闻都能看到了。那个报纸它是有吸水性的，是吧？我每次给大家有一句非常说的很流畅的，就是报纸吸干就是我们烘匀的最佳时机。就是你拿报纸，多余的报纸，像你没有报纸的话，你可以用废旧的宣纸，是吧？把它一吸干，还不要使劲吸，就轻轻的把多余的水分一蘸干，就是烘匀的最佳时机，好吧？好，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给大家画一下30。干染一定要在一次性染好吧？请问老师，第2天下去可以？当然可以了，这个。没有你干染，你就是你3天4天，你今天染这一块有事你就不染了，你明天染那一块你再染都无所谓都是可以的哈。干染这个不存在这个了，有时候你甚至你全部都染完了你烘匀都烘完了，什么都烘完了，你觉得哎呀这个颜色我觉得还不够，是吧？我还想再染一下，那你就再染一下都没关系。你看今天早上我在抖音上发了一个，你们可以看哈。我在抖音上发了一个，前2天我这里这个张家界的文联带了下面的什么美协主席、书协主席音协主席这些带了很多，反正都是文化人聚集到我这里来。这里来以后，我想这个画墙空着也不好干脆我就拿了一张我2年前画的一张这个龙啸，我自己认为很满意的，结果挂出来一看我就发现有问题。我赶快，今天我本来想就自己改了就是了。我想这种改画对于你们来说也是帮助呀，我就边画边说，你们可以去看看，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哈。宣纸怎么区分光面跟糙面？然后你直接用你的大拇指跟食指拿着这个宣纸，然后轻轻划一下，你的手就会有感觉的，哪面是光面并不是看这个条纹的。你用大拇指跟食指这样轻轻拿着宣纸这样滑动一下，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曾老师，你画30的是从局部开始，可
可能先画轮廓，你给展示一下整体，什么意思啊？整体后，总体后。我们这样子吧，我就给大家，现在还有点时间，给大家画一下这个30，我们就用颜色。还有刚刚有个学员，他就说，哎，想看那种形式的30哈，就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我们首先第一，在这里画的时候，我们调点多的颜色。你看，我们用这个，因为今天空调打开，干的特别快。你看我现在哈，调一些这个，老师讲画30局部起笔的运用及笔落纸上。好，正好我要画30哈。好多学员对这个局部笔毫的使用啊，其实它是一直运用的不好，一直运用的不好。你比方说我们现在你看，然后我们首先调出一些比较这个，我本来想画很红的，算了，我看了看画面，还是稍微有点颜色就是了。你看，首先第一个，我把它画好以后，把颜色调好以后啊，稍微刮一下，把笔打扁。我在后面这里画一块30哈。首先第一个，大家看我这个用笔啊这些，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基本上你看它是散开的，是吧？好，我们有时候用局部的笔毫，我可以，你看我现在这就是局部的笔毫，是不是？用局部的笔毫能够画出一些这种带金丝味的线条，有时候呢，在画的时候，好，你看我这么画了以后，这个笔散得很开，这个时候不要一直拖下去了，怎么办呢？把笔锋这么一转，哎，你看画的线条，它又收拢了，是吧？又收拢了。像这个就是太行山的一些30的画法，很多画家画这种类型的30，他画的得心应手。因为什么样呢？因为30啊，这个全部裸露啊，它那种感觉会让人感觉到真的是热血膨胀，特别是有些很漂亮的30啊，反正我有这种感觉。我每次到太阳山啊，当我站在那个太阳山面前的话，我会觉得哇，这个太漂亮，这里面这些结构啊，这些非常的漂亮。你看我们很多就是用局部的笔毫画出来的时候，画的时候呢，注意什么问题呢？你比方说，我现在画着，哎，我觉得我要把有些30的面把它撑出来，那我就要让它们有虚实变化，该清晰的清晰，是吧？该大块的大块。然后你看，我们该像太阳山的30啊，它是刀砍斧劈式的。
你要把这些30的画出来，有些线条是很清晰的，有些线条呢，哎，它又模糊。好，这个地方啊，稍微虚一点，因为我这里很实，是吧？这个很实，这就要画虚，就要画虚一点。大家肯定现在还看不太出来，哎，我这里是怎么回事哈？你比方说，我们把这里一画，看到没有？我这有些地方啊是有漏洞的，是有漏洞。你比如说，我现在哎，这里有个山洞过来。太行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叫什么？它有很多它有很多，不管是王莽岭也好，还是郭亮村也好，它有什么叫挂壁公路叫挂壁公路你比方说，你看我这里一画，是吧？哎，我把这个山顶上稍微延伸一下，你看，这都是扯出它金石位的感觉稍微几笔，就把它的那种感觉就画出来了，是吧？感觉画出来以后，我们这里也是也是稍微不是全部要画完的话，那也是很难好，给大家稍微有点感觉，怎么样能画出它这个路的感觉呢？你看这里包括这边。它这边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就是透过这些山洞透过这些山洞，然后这个光透进去，你看这边也是，哎，这边又是个山洞，转过去了，这里有很多的路边。就有很多的这个石头垒起来，当然也是防止人摔下去哎，你看，它就是一条路，从这里过去，这里有个山洞，然后要想让整个这个变化很有变化的话，我们这里就有可能。你看，从这个山洞出来，这一块山石，作为我来说，我肯定喜欢画这种类型，它画出来以后那是自己感觉很舒服，自己感觉很舒服，关键是画的过瘾。我们当然我是画这个画，我是最喜欢画什么？就是更大的更大的感觉。哎，你看，它就这么一条路，这么弯过来，弯过去，好，最后
这种是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做到，我这是块面，是吧？好，这是块面，这是线，这个是线条，哎，怎么样能够做到把这些块面和线条啊，能够很好的衔接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我们就这么1.30，是吧？就这么1.30，这个感觉，那是刀砍斧劈式的，而且是非常的硬，有把太阳山的那种味道哈，基本上把它表现出来了。但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如果是要表现的话，肯定是延伸过来，是吧？这边怎么去连接，怎么去画，啊，怎么去画？我看还有什么问题哈？好，基本上呢，大家问的问题基本上也差不多了，给大家就稍微总结一下啊，还有什么？没有，把那个评论区可以关掉。我们这学期哈，现在也就还有几分钟时间。今天我还是给大家说了哈，今天呢给大家讲了不少的技法啊，有些没画的，但我也讲了很多，给大家解答了很多。其实这种形式的上课，可以这么说哈，有可能真的是比我画画还累，因为我在画的时候哈，我说话的密度没这么多，虽然我也是在不停的去说。虽然也在不停的去说，但是说话的密度没这么高，包括音量肯定没这么高哈，这个当然我也希望呢，通过这种形式的上课哈，能给大家另外一种这种一种感觉吧，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画画一直不停的给大家灌输其实有时候适当的解一下惑给大家解惑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哈。当然，我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方法，让同学们可以这么说哈，你们今天这堂课真正有新的学员去认真的去听一下，有可能平常你们在画的过程中正好有些问题困惑你正好有些问题困惑你，然后你就可以去怎么样来，你可以去原来是这么解决的。是吧？原来是那么解决的，这样子就肯定能够更好的去让自己以后学习这些有个更好的一个就说是方法这学期我觉得也是非常顺利也是非常顺利，也是我们这个基础班可以这么说吧，也是我第一次用一种全新的，虽然后面跟我们上课差不多后面跟我们上课差不多，但是前面我边画边给大家留出空间去练习去画然后呢这样子就是说，然后画了以后再根据你们的跟你们的问题再给大家去讲解，是吧？好，然后呢，我也是第一次在最后一节课留出了一堂课出来让大家去充分的这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虽然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这个想法因为有些这个想法呢，我没办法去完成它没办法去，因为比方说就说光的问题我也讲了也讲了但是就说是要画一张完整的本来我说不画的但是呢也给大家画了一个局部的也给大家画了这个局部的空间，我觉得这几笔我自己感觉也很满意，就是在画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通过就说是点线面的组合，像你看上面就有很多大块的面，是吧？大块的面，怎么样通过下面的组合把30组合的很自然？有些学员画这个是画的非常不好，它就是一个面，线条很生硬的衔接这都不好好，现在大家开始谢谢其实也不用谢谢。我觉得你们能来报我的班，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是吧？要是我要开一个班了
没有人来跟我学习，那我真的是还不那个哈。现在这么多人跟我学习，所以说我每次我都是非常抱着一种非常感激大家的这么一个心态来教大家特别是这个不管是面授班也好，还是网络班也好，你们的报名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哈。然后呢，好多学员就说了，哎呀，我们想这个，我们平常的话好想参加面授班或者好想见到曾老师其实机会呢都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策划一个这个暂时不说哈，到时候由我们向老师来说哈，向老师来说策划一个对你们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不知道向老师是今天说还是改天说哈。好，同学们，我们这学期的话，我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非常圆满的把这学期给它就上好了，让同学们呢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是吧？很多彩墨山水画的知识，我是教的高兴，你们是学的愉快，是吧？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哈，看着大家的进步，我们争取早一天在面授班相见。再见哈，同学们。各位老师，那我们这一期我们的基础班的网络班到这节课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好多说想今天说嘛，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可能很多，因为大家都有我的微信给我反映了很多一些问题，有些的话是说，老师我们课程结束之后，我们的点评以后的话，我们想得到助教老师继续点评怎么办？有几种方式一种的话，现在公益群上现在还有点评然后第二种方式就是说后期。老师也会，因为大家好多反映公益群的话，大家的学习的热情都不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网络班大家上传的作业，以及跟公益群大家的这种热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花了这个钱去学习，他就会更用心一点。因为公益群是给免费的给大家的一个点评的机会，所以大家很多没有去珍惜这个机会那么一个是公益群，第二个的话后期会建学习群。学习群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学员可能一年就是198吧这样的一个费用，全年每个星期都会有助教老师去点评一次，这是第二个方式。那么还有第三个方式，也是就是说现在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个愿望，有时候想我们网络班学了这么久还没见到老师，面授班每次一报名很快报满又报不上名我们想见老师去拍张照合个影或者是说就是作品有些什么指点的，因为老师指点它是不太现实的，因为老师要下半年要创作这个画册，非常忙，整个时间都是创作画册，那么抽时间给大家去拍个照合个影是可以的。那么大家面对的问题一些点评也可以现场跟我预约时间来到画院我这边的话就是安排助教老师给大家现场去点评一下这是第三种方式目前的话就是这三种方式。那么的话可能很多问了，那来到现场的话要请助教老师点评需要收费吗我们针对学员是全部是免费的你来这里你只是说自己食宿费自己出一下，那你要在这里我要待3天，我天天跟助教老师在一起，我画完一幅画助教老师帮我看看哪里不足给我指点一下这些都是可以的只是说时间的话要跟我预约一下。我们的话，我们基础班的这个群它是不解散的暂时的话近几年它是不解散，因为我们群里有群相册，大家的话就是说有空的可以把群相册里面的这个把它下载保存一下就是说如果当然你没有保存，你每次要通过群里面去查看每一节课的群相册。虽然我们今天课程结束了，但是后期我们基础班的每一位老师大家都可以相互去交流在绘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自己取得的一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的就是说有些画得好的
给大家去指点一下，大家相互的去交流。画院的话，目前的话是在张家界风景非常好，适合画画。周边有很多写生点的，我们参加过4月份面授班的都知道那么这个提前的话，就是说耽误到大家5分钟时间，把大家对于课程结束后想参加点评怎么办跟大家详细的去解答了一下。好啦，各位老师，感谢大家从2月份每周周六和大家一起相守在我们的直播间，一直到今天7月8号。今天应该是7月8号吧，我们相聚我们最后一堂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创造出更多更美的彩墨山水画。好啦，各位老师，再见。